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文芳二宝 Reading Mom。那这一期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。关于这一主题呢，我想分2集来详述。第一集呢，我想讲的是如何引导孩子在亲子阅读上的兴趣。第2集呢，我想讲的是如何保护孩子的自主阅读兴趣，从而走上自主阅读之路。欢迎大家仔细收看。那么我们先回到第一个主题，如何引导孩子对亲子阅读感兴趣呢？那我们说呢，小婴儿的阅读兴趣呢最容易培养，因为孩子其实天生都爱看书。如果呢你自己经常在看书的话，孩子就会模仿你，也想要看书。如果你经常陪他一起读书，他慢慢长大了，自然就会爱上读书。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布质或者是硬纸板质的触摸书、视觉书等等，我们呢早早买给婴儿看，对他们将来会非常的有益。而且呢，现在的硬纸板呢通常都是圆角设计，还可以避免刮伤小宝贝们。那一个从小在电视、各种电子设备中长大的孩子呢，自然会很难爱上读书。李敖呢曾经说过一句：“电视是制造批量傻瓜的机器。”这句话呢，也许说的有些夸张，但是呢，我认为每位家长呢都应该对电视或者是平板视频内容呢有一些警觉。我们呢不要为了给自己省些时间、图方便，那就随便给小孩子们放一些动画片看。家长呢，如果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乐意花时间，带着满满的爱来陪伴他们的话，孩子越大会越难带。我记得心理学家瑞妈呢也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当然呢我这里只记了个大概意思，原话呢不太记得了。那判断家长带娃是否用心，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呢，看娃越长大是不是越独立越省心了。如果孩子越长大越让家长费心，那我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多审视下自己，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。大一点的孩子呢，如果已经养成了不爱看书的习惯，比如说大部分的时间被各种游戏啊或者是视频所吸引，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做呢？第一，父母自己呢应该经常拿起一本书来读，就是能给孩子的最好榜样。所谓言传不如身教，如果咱们自己作为父母平时都不爱看书的话，整天都在那里刷手机，又怎么能期望自己的孩子喜欢看书呢？我记得有一次看我家亲戚的一段视频，孩子过生日，妈妈就问孩子说：“妈妈平时做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呀？”孩子呢立马就回答：“妈妈让我看视频的时候我最开心。”因为他的妈妈平时呢自己就最喜欢看各种视频，追各种剧目。那我这里呢当然不反对说父母呢也需要有自己的休息时间，但是呢我们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经常看电视或者是看视频等等。我记得有一次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琪做访谈时呢，他说过一句，当然原话我不记得了，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自己呢实在无法做到对自己自律，起码呢也要会演，在孩子面前呢你要会演戏。咱们用在阅读上呢，就是家长呢也该多拿出书来读一读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另外呢，爸爸妈妈们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跟孩子的兴趣很相关的一些童书。比如说很多的男孩子们喜欢汽车，很多女孩子们又对公主很感兴趣，还有一些孩子们对奥特曼很感兴趣等等。那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们可以偶尔拿出这些书来，坐在孩子们的附近读。那孩子们听着听着，也许因为故事很吸引人，就会跑过来听的。孩子们天生喜欢听故事，这里呢我倡导大家一定要买好书，买优质的书籍，千万不要买一些粗制滥造的书，甚至是一些盗版书籍。那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盗版书的油墨质量很差，对孩子们的身体有所损伤，也是因为呢他们会大大的损伤孩子们的审美以及阅读品味的。而且呢咱们说实话，我觉得在中国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书了，动不动就打折，价格呢差不多是国外书籍的1/10。给孩子呢进行这项投资呢，绝对是最划算的，比我们给孩子买任何的网课都划算。我记得尹老师呢也说过一句，与其给孩子投资学区房，不如给他投资一面阅读墙。
那一个孩子想要积累到一定的阅读水平呢，我想呢，在学前至少要读超过1000册以上的书。当然了，每本书呢还要反反复复读很多遍的。比如我们家的阅读墙就是长这样。我们客厅呢一共有3个半的大书架，剩下那半个书架是用来堆放孩子们的玩具的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我转手掉的2手书，还有孩子们已经不读了的低幼绘本，我都放进了阁楼里，加起来呢，差不多也有这么一个大大的书架，这么满了。那姐姐妹妹呢，各自的房间里也有自己的小书架，他们呢把自己目前呢喜欢看的书拿上去，有空时自己会读，时不时呢就下来换一次血。还有呢，我们阁楼里呢还放了很多孩子们目前呢还读不到的一些书，因为呢我每每看见好书就会忍不住呢给孩子们提前买下来。因为呢我们运输绘本时间比较长，大概3到6个月左右，我呢还有好多的书在运输的路上呢。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是行为设计研究者及践行者何胜军老师提到的，利用吊桥效应。我这里呢就不仔细解释吊桥效应这一概念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网上搜查一下。那吊桥效应运用在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上，就是说把孩子喜欢的一些东西呢夹在书里面。比如说有的孩子呢喜欢一些故事里的特定人物，那父母呢就可以买来这些人物的卡片呀，或者是贴纸等等呢，夹在书里面。当孩子们打开这些书的时候呢，看到他们喜欢的这些东西，那大脑呢产生的愉悦呢，就会让他们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喜欢这些小东西呢，还是喜欢这些书。那多次之后呢，每当孩子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呢，内心呢就会像吊桥效应一样呢，产生对书的浓厚的兴趣，以至于他就会慢慢的爱上读书，爱上阅读。这种方法呢，我自己是没有实践过，因为我家的孩子们阅读兴趣一向浓厚，分享给大家呢进行参考使用。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呢，如果一个孩子暂时没有阅读兴趣，千万不要逼着孩子去读书，这样呢只会让他对读书这件事情呢产生反感。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尹建莉老师呢说过一句，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有心无痕。那这句话呢用到我们培养孩子阅读兴趣这件事上来讲呢，就是说你呢可以默默的不动声色的引导孩子对阅读产生兴趣，比如用我上面说的这些方法，但是呢尽量不要让孩子觉察到你是在故意引导他去阅读这件事情。比如我家的姐姐呢，对于妹妹来说更爱玩，妹妹小的时候时不时就会自己翻出来书读上好一阵子，但是姐姐呢白天几乎从来不会主动翻书看，只有晚上呢才会偶尔翻出来读书。有时呢妹妹找出一本书来让我跟她共读，那我就只跟妹妹坐在一起读书，姐姐想听的话她就自己过来，不想听的话就可以接着玩，包括睡前阅读也是一样的。我从来呢不会强迫我的孩子们现在一定要来跟我读书，就是因为我这会儿有时间。相反呢，我会尽力的配合我的孩子们，看他们什么时候想读书了，我才坐下来跟他们一起阅读。这也是一位朋友在群里问到的，大家可以见下图。大意呢就是说，看到视频里我家妹妹呢有强大的阅读兴趣，而很多大点的孩子呢，比如说已经是上了1、2年级的孩子，却没有显露出对中文阅读的特别的喜好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对的，我呢从来没有破坏过我家妹妹在读书这件事上的兴趣。那因为带姐姐的头3年呢，方向不太正确，当时呢确实破坏过姐姐的一些阅读兴趣。但是呢，自打妹妹出生以后呢，我对姐妹俩读书这件事的兴趣来说呢，只有保护而没有破坏过。一个人愿意做一件事情，靠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内动力。那我见到许多家长呢，总喜欢催促孩子，比如说快点现在要做作业啦，时间到了，你该去读书了，等等等等。或者有一些家长会说，孩子玩呢，都玩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干点正事吧。甚至呢，有些家长呢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，比如他们就会说，你看看人家谁都读了这么多书了，你看你才读到什么程度啊，快点努力吧。其实呢，这样的例子呢，都是破坏孩子内动力的表现。很多时候呢，父母越是说教，孩子越大呢，就会越叛逆。像刚才留言里那位妈妈说的，所谓有的孩子不受教，
其实是个伪命题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足够多的自由，爱他，尊重他的意愿，没有哪个孩子会有所谓的叛逆行为。无论是 Terrible 2也好，青春期的叛逆也好，其实呢，只是因为孩子们想要发展出自己的自主性，英文呢也叫 autonomy。但是呢，与大人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呢，父母呢就不能够尊重孩子的意愿，从而拒绝甚至会压抑孩子们的想法。所以呢，孩子们只能随着自己的力量的不断的增加，反抗呢也就会越来越多，甚至呢就出现了叛逆。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呢，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自我形成期，就有了所谓的叛逆期。那男孩子呢，因为内在力量会更加强大一些，表现出来的叛逆呢似乎就更加的明显一些。所谓孩子不受教呢，无非就是他们不赞成父母的观点，因为呢他们对某件事情没有产生足够的兴趣。而有些孩子呢，真的就是所谓的听话受教型，其实呢更多的是他做大部分事情的内动力呢，已经都被外驱力所取代了，变成了所谓的空心人。而一个从小在爱与自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呢，他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顽强的，那种活力真的可以感染到我们，让我们心情愉悦。所以呢，我这里也建议大家多看一些好的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书籍，无论是对咱们自己还是对家人孩子都会非常有益的。下一期视频呢，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如何保护孩子对阅读的兴趣，并且激发他们自主阅读的乐趣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并转发我的视频，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。